上周五晚上，美股一开盘就崩了，道琼斯跌了695点，标准普尔500跌 2.64%， 纳斯达克跌了1121点，跌幅 4.18%， 创下去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夸张，跌了 10.26%， 单日蒸发1万美元。与此同时，黄金跌了 3%， 白银跌了 8%， 连比特币都没躲过。10年期美债收益率冲到 4.5% 以上，美元指数从102冲到104。很多人一觉醒来懵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哪个数据把整个市场砸下来的？今天这期视频我会讲清楚3件事。第一件，5月非农就业数据为什么突然暴增，把整个市场的方向扭转了。第二件，这件事和黄金、白银、美股、债市到底是怎么联动的？背后那条看不见的传导链是什么？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在6月16号美联储会议之前，海外华人最该做的3件事到底是什么？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今天讲的会决定你接下来3到6个月的资产方向。先说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数据，美国5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17.2 万人，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市场原本的预期是8万人，结果实际数字是预期的2倍还多。失业率 4.3%， 和上个月持平，平均时薪同比涨了 3.4%， 环比涨 0.3%。 这3个数据合在一起，告诉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就业市场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在加速。这个信号一旦被读懂，整个金融市场的剧本就改了。上周五那天，标准普尔500暴跌 2.64%， 结束了连续9周的上涨，这是去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1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到 4.5% 以上，美元指数走强，黄金跌破200日均线。这就是上周五的黑色星期五。5月非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直接改变了美联储的剧本。市场原本在压住9月降息，11月再降一次。华尔街普遍认为今年会有2到3次降息，但 17.2 万的就业数据一出来，整个逻辑都变了。如果就业这么强，通胀还在黏着，那联储为什么还要降息？甚至有分析师开始讨论会不会反向加息。这就是黄金、白银、债市、美股同时下跌的根源。第二个层面，债市先动。非农数据出来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4.4% 直接冲到 4.5% 以上。这代表什么？代表借钱变贵了，所有用杠杆的资产都开始重新定价，债市一动，整个资本市场都会跟着震。第三个层面，美元走强，美元指数从102一路冲到104以上，以美元计价的黄金立刻承压。第四个层面，股市、债市、商品市场全部联动，芯片股跌得最惨，费半单日跌 10.26%， 英伟达单日蒸发几千亿美元市值。因为人工智能算力泡沫的争论，再叠加利率上行的估值压力，资金开始集中出逃。上周五的标普500连带9周连阳的势头一起终结。要知道9周连阳是相当罕见的强势形态，这背后是市场对人工智能盈利的狂热，加上对联储降息的压注，2条腿走路撑起了从年初到5月的牛市。但5月非农一出来，2条腿都被打折了。你需要知道的，5月非农是这次黑色星期五的导火索，它直接扭转了市场对联储路径的预期。原本降息加 AI 双轮驱动的剧本被改写成通胀粘性加利率高位的剧本。你可以做的，在美联储会议之前，所有降息要来了的仓位都需要重新评估。聊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买实物黄金白银？面对联储路径的不确定性，很多华人投资者开始把一部分资产从纸黄金转向实物配置。我合作的平台叫 Bullion Star， 它做一件事，就是让海外华人可以低门槛的买实物黄金白银，从1克起买，全球仓储配送。如果你对实物配置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描述栏和置顶留言有链接。机构怎么看这件事？华尔街的大行已经开始调整预测了。
上周五之后，华尔街的反应很分裂。高盛发了一份报告，原话是回调提供了买入良机，标普500的目标价仍然看8000点。摩根大通更乐观，他们说5月非农虽然超预期，但失业率没动，时薪环比也不算特别强，联储9月降息的可能性还有。但另一边，摩根士丹利的态度明显谨慎多了，他们认为如果接下来6月、7月的通胀数据继续反弹，联储今年可能一次都不降息。还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美国4月职位空缺数比3月多了30万，空缺数上涨意味着企业还在抢人，这就和 17.2 万的非农数据互相印证了。更值得关注的是工资增速，平均时薪同比涨 3.4%， 环比涨 0.3%。 工资涨意味着企业的人力成本在上升，这个成本最终会反映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也就是通胀。所以5月非农数据其实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通胀的根基工资增长还没有被打破。对比历史，2022年那波加息周期，美联储就是在就业市场强劲、通胀反弹的背景下，连续加了16个月利息，把利率从0加到 5.5%。 那一次黄金从2000美元跌到1600美元，整整跌了 20%。 白银更惨，从27美元跌到18美元。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结构很像。现在的市场某种程度上就是2022年的镜像版本，当时市场也在压通胀见顶就要降息，结果联储把利率顶到了 5.5%， 资产价格大跌。你需要知道的，机构对是否降息已经出现明显分歧，市场共识正在瓦解。你可以做的，不要只看一家大行的预测，把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的报告都拉出来看一遍，对比他们的差异点。这些事和海外华人有什么关系？下面我们具体讲。我先说3个误区，这3个误区是我过去1年在评论区私信里反复看到的，每一条背后都对应着真实的华人投资者踩过的坑。第一个误区，美股跌跟我没关系，我不炒股。但你有养老金吧？你有 401k 吧？如果你买过任何美国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或者通过券商持有全球配置，你都在美股市场里，标普500跌 2.64%， 你的账户会同步缩水。具体来说，如果你的全球配置里有 40% 是美股，那这次你就损失了大约 1.1%， 看起来不多，累计起来呢，过去2年美股涨了多少，这次回撤又吃掉了多少收益。第二个误区，黄金跌了 3%， 无所谓，黄金跌 3% 不算大事，但这次是跌破200日均线，这条均线是技术派最看重的长期支撑，一旦跌破，很多程序化交易会触发自动卖单，接下来几周可能会有连锁反应。更重要的是，这次黄金的下跌不是因为美元走强，而是因为联储路径的改变，这是结构性的，不是技术性的。第3个误区，美联储会议太遥远了，到时候再说。错，6月16号美联储会议还有10天，这10天里，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零售销售数据都会陆续公布，任何一个数据超预期，市场都会剧烈反应，而且市场的预期往往会在数据公布前就开始定价，意思是 CPI 还没公布，市场已经先动起来了。所以你必须在6月16号之前想清楚3件事。第一件事，算你的资产分布，打开你的账户，看美股、债券、黄金、现金各占多少。如果美股占比超过 60%， 说明你的集中度太高，美联储会议前应该考虑减一部分。第二件事，算3个数。第一个数，你每月需要的生活费；第二个数，你的现金储备能撑几个月；第3个数，如果美股再跌 10%， 你的总资产会缩水多少。第3个数字如果是负的，意味着你可能被迫在低点卖出，这是所有投资里最糟糕的剧本。第3件事，想清楚你的对冲工具。海外华人能用的对冲工具有限，常见的就是黄金、美元现金、美债交易所交易基金。如果你是担心美股下跌，可以在美联储会议前把一部分仓位从股票转到短期美债或者货币基金。
如果你担心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黄金的逻辑反而成立。反过来说，如果你认为这只是短期回调，9月联储还会降息，那现在可能是一个加仓的机会。但无论你怎么想，有一件事是确定的，6月16号之前必须把方案想好，不能在会议结果出来之后再做决定。具体怎么做？海外华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可以同时配置人民币、美元、新加坡元、港币4种货币资产。这种多币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对冲，当一种货币贬值时，另一种货币可能在升值。如果你在新加坡、香港、台湾，也可以利用当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来配置黄金、白银、大宗商品。这些工具流动性好，交易成本低，是分散风险的好选择。最后讲清楚3件事。第一件，盯一个数据，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会在6月12号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公布，这是美联储会议之前最重要的数据。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反弹超预期，黄金、美股、债市会再跌一波。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走弱，9月降息的预期会重新回来，市场会快速反弹。第二件，算3个数，你的资产分布，月生活费跌 10% 后的缩水。不要用大概、差不多这种词，打开表格精确算出来，这是给自己的一层保护。第三件，想清楚一件事，美联储会议之后，你的仓位是加还是减？提前定好决策标准。比如，如果6月美联储声明里出现耐心2个字，我就加仓 10%。如果出现持续紧缩，我就减仓 20%。有了这种预设规则，到时候你就不用临时拍脑袋。还要提醒一点，联储声明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市场过分解读，耐心、数据依赖、持续紧缩、软着陆，这些词每一个都对应着不同的市场反应。如果你看不懂声明全文也没关系，但至少关注一下点阵图。点阵图是联储官员对利率路径的预测分布，比声明本身更直观。另外，如果你在做美股，财报季也很关键。下周开始，英伟达、苹果、微软这些巨头都要发2季度财报，任何一个业绩不及预期，市场都会剧烈反应。如果这些思路对你有帮助，可以考虑长期跟踪我这个频道。我每周都会讲2到3期热点视频，从华人投资者的视角拆解全球市场的变化。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里有一个我常用的平台链接 Bullion Star， 做实物经营的，从1克起买，全球配送。你如果对配置实物黄金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讲清楚了，麻烦点个赞，转发给你身边有投资美股、买黄金白银的朋友。下周我会讲6月美联储会议之后市场会怎么走，关注我不要错过。最后提醒一下，本期内容仅作为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同，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决策。